全红婵于2007年出生，是马章区马章镇麦河村人，父母都是农民。全红婵的父亲在4兄弟里排行老一。2017年年末，替人做饭的全妈在去工厂的路上被车压坏了肋骨，落下顽疾。受伤后住了几次医院，这件事像是最后一根稻草，掏空了全家的积蓄。全爸不仅要忙农活，还要照顾家里老小，出不了远门，所有的压力都担在了他一个人肩上。但困难的家境并未压垮全爸和全红婵。在奥运会纪录片《出征》中，全红婵依旧微笑着面对镜头。放假只能回家又没去别的地方玩，就只能在家里。没钱。没钱呐。我连游乐园都没去过呢。游乐园还没去过。动物园我也没去过。青涩的小女孩总时不时的低头沉默。小学的红婵懂事乖巧，在采访中我们也看到了她直言自己跳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给妈妈凑钱治病。少女一边说着，一边仿佛安慰自己般笑了笑。一段段采访打动了无数人，她仿佛丝毫没有受家庭困苦的影响，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的困难，坦坦荡荡地做人，也因此获得红姐的称号。全红婵在省队的教练何维仪评价她有颗大心脏，不仅队友们喜爱她，不少网友也爱上了这个出身艰苦却又积极乐观的天才跳水少女。湛江素有中国跳水之乡的美誉，市里有3所开设跳水训练项目的体校，其中赤坎区的湛江市跳水运动学院最为知名。这里先后诞生了劳力士、何冲、何超等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湛江体育运动学校也是其中之一。2014年5月，湛江体育运动学校资深跳水教练陈华明路往联谊班下到湛江市5区4县的小学寻找跳水人才。这次他的重点在农村基层小学。在辗转了多处农村之后，陈华明来到了麦河村，课间一群正在玩跳房子的学生引起了他的注意，更确切地说，其中的一个小孩吸引了他的目光。和其他孩子相比，这个小孩跳得更加轻盈，更加放松。在接下来更加详细的观察中，陈华明优先来到这个小孩的班级。跳水讲究形条美，腿型、手型等等都是需要注意的要点，而眼前的这名小女孩明显符合她的标准，通过了最初的选人阶段。紧接着，她将选好的一批孩子带到现场测立定跳远，其中被她特别注重的小女孩成绩是1.76米，结合她的年龄和1.2米的身高，这个成绩称得上优秀。这名小女孩就是全红婵。除了全红婵，陈华明还挑中了另外3名表现同样优秀的学生，一共4人。将名单交给体育局之后，便开始与这4人的父母沟通其余事项，接下来的事情就由学校处理。全红婵当时才7、8岁，怎么来的，我怎么选的她，应该都不知道。和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十分看好全红婵的陈华明教练一样，全红婵自己也在朦胧之间便去参加了跳水。小时候那时候不太愿意学习所以就感觉跳水就不用学习，觉得然后就上来了。这个哭笑不得的原因，确实是许多学生最初的梦想不用上课可以玩，而事实证明了陈华明教练的眼光确实没错。有些孩子天生怕水，爬上跳台腿就开始抖，不管跳多少次，心里始终恐惧。在集训中，这类学生率先被淘汰。全红婵不仅不怕水，也不怕虫子，普通小女孩不敢做的事，她都敢做。体校的日常十分紧凑，6点半起床，7点半吃完早餐，打扫完卫生，开始上文化课，11点40分放学，吃完午餐休息到2点半，然后训练。训练分为陆上训练和跳水练习。练跳和跑垫是最费体力，练跳需要一个15米的场地，往返跳算1趟，一次要跳20趟。通常下午3点练跳水，平均要跳50次。年龄太小不能跳10米，高度是循序渐进的，从1米、3米跳板到5米、7米跳台，直到10米跳台。晚上还要自修，在宿舍空地练手臂、腰部和腿部的力量。平时只有周末休息1天，为了防止近视，手机也要交给大孩子保管，只有周末能玩，1个月放3天假。初来乍到，全红婵不过7岁，她特别泼辣，训练的时候很冲。陈华明笑着说道：“有些动作她敢带头做，克服恐惧是渐进式的，一开始肯定害怕，有一点基础，再加一点难度，苦一点累一点就退缩，厌倦想回家。所以训练不能太多、太狠、太严，但又不能太松，这个软硬度要拿捏的恰到好处。全红婵过渡的比较平顺，特别是在情绪方面，她适应的极快。”孩子们将体校当成自己的家，才能稳定下来。培养运动员不是教练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发掘人的自觉行为，要他想干这件事。时光飞逝，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全红婵10岁了。早起睡醒，吃饭、上课、午睡，然后训练。
没有手机，也没有太多娱乐时间，这便是红婵的全部生活。也许每个月那仅存的几天假期，便是她最放松的日子。我们并不知道接受训练的这些孩子如何坚持，又吃了多少苦，但对于爱玩的全红婵来说，跳水的意义逐渐从一开始的逃避学习，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明确。每一年，广东省都会举办跳水锦标赛，教练通过比赛发现好苗子，进而输送到省队，进不了省队的孩子则继续留在体校。而在2018年的3月，年仅11岁的全红婵就被教练选中，在短短4年的锻炼里，这名活泼的小女孩已经开始展露出了她的天赋，一段令人惊叹的比赛也即将展开。同年8月，广东省第15届跳水比赛如期进行。作为第一次参加省级比赛的全红婵，获得女子丙组双人跳台第2名，单人跳台第3名。1年之后，在2019年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当中，全红婵获得5项冠军。如此优秀的成绩，无论是全红婵的教练，又或者是她的家人，都十分欣喜。也许下届的巴黎奥运会，亦或者更早的冬奥会，全红婵就能在国际上一展拳脚，取得更好的成绩。而关于近在眼前的东京奥运会，并没有人认为全红婵可以参加，乃至于获得成绩。不仅仅是因为全红婵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将，更重要的是她的年龄并不符合奥运会最低参赛选手的条件，不小于14岁。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比赛结束的几个月后，新冠悄然降临。漂亮啊，确实很漂亮。这下应该冠军到手啊！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她是这场比赛最大的一匹黑马。面对全红婵这个略显稚嫩与陌生的面孔，解说员们毫不保留地称赞与评价到她。第一次参加预选赛的全红婵，以43.75的总成绩打败了跳水老将张家齐、陈芋汐以及前世界冠军任茜等等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获得冠军。如此成绩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也让全红婵顺利加入国家队。而这时距离奥运会仅有不到10个月的时间。虽然这次全红婵的表现堪称完美，但没有大赛经验的她未必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保持着最好的成绩。众人夸赞全红婵的同时，也担心她会在机会面前乱了阵脚。毕竟这名小姑娘还没有参加过任何大赛。而事实也证明了众人的担心并不是空想。在接下来的2站比赛中，全红婵发挥略显失常。2021年1月，第2站取得女双银牌与10米跳台的女单第5名。3月的第14届全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以424.55分获得亚军。尽管这个成绩对于任何在这个年纪的跳水运动员来说都已经无比夸张，但当主舞台跨越年纪、跨越地区，那么众人的期待也会在无形中被这名天才般的选手一起拔高。夺冠的选手往往需要一颗庞大的心脏。2021年5月13日，在上海进行的全国跳水赛季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中，以440.85分的高分蝉联女子10米跳台冠军，再一次惊艳了众人。7月，全红婵入选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跳水项目运动员名单。8岁开始练习，11岁第一次参加省级比赛，13岁成为国家队选手，哪怕网文也不敢这么写。但如此优秀的天赋，却给全红婵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出生的纪录片中，就能透过屏幕感受到全红婵在入选之后的状态并不完美。夜里躺在床上久久才能入睡，又时刻会被惊醒。暖心的网友们为此十分担心，全红婵如果失利，将会受到他人的攻击。毕竟舆论的力量很有可能压垮一名选手。于是，一批又一批的观众成为自来水，希望不了解全红婵的其他朋友能理性的、宽容的看待这名小小选手。就在全民的期待及关注下，奥运会开启，我们的全红婵第一次站上了这个世界舞台。作为一项历史十分悠久的奥运项目，跳水自1904年第3届奥运会出现，1951年成为规则完整的正式比赛项目，流程分为3种，分别是基础规则、动作号码、计分规则。其中基础规则共有8条，想了解的观众可以暂停观看。而动作号码，也就是你在看跳水时解说员经常提到的神秘数字，分为3位数和4位数。3位数例如 107B， 第1位数代表组别，第2位数有无飞身动作，第3位数代表翻腾周数，最后的英文字母则代表在空中的4类姿势。所以 107B 也就是运动员以躯体的姿势向前翻滚3周半。而4位数号码，例如 5255B， 第1位数代表运动员是选择转体或是臂力，第2位数代表翻腾方向，第3位数代表翻腾周数，第4位数代表转体周数。英文字母同样代表在空中的4类姿势，所以 5255B 也就是运动员与躯体的姿势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
此外的计分规则较为好理解啊。首先，裁判为7人，基础分去掉2个最高分，去掉2个最低分，剩下3位裁判打分求和，乘以难度系数变为总分。譬如全红婵7个满分去掉4个分数，最终3个有效分10分，相加等于30，乘以难度系数3.2，便得出总分96分。比赛开始前，所有观众都对本次我国参赛的选手抱有极大的期待，这不仅是情怀加持，更是中国跳水队的实力十分强劲。梦之队。这就是独属中国跳水队的称呼。在全红婵单人赛开始之前，于东京奥运会的梦之队已经在6个项目中拿到了5金3银，特别是女子单人10米跳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一开始的预赛，全红婵表现得并不出彩，第3轮更是出现了较大的失误，在难度系数3.3的 207C， 也就是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动作中，没有压住水花，裁判最终给他打出 47.85 分，总成绩来到 204.45， 排名第3。好在第4轮调整好了状态，第5轮正常发挥，最终将成绩定格在了 364.45 分，有惊无险地闯过了预赛。而另一名中国选手来自上海的小姑娘陈芋汐，发挥相对稳定，3跳80分以上，发挥适当的2跳也有60分以上，总分390.70，排到第1。这样的结果让不少观众开始关心起全红婵的状态，但他自己早已经在比赛结束后收拾好了小背包，喊上队友陈芋汐一起去干饭了。事实也证明，心态的调整对于参加大赛的选手十分重要。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全红婵一扫昨日的颓势，以第1名的好成绩进入到了决赛，其中第2跳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 94.40 分，最终得分415。陈芋汐也发挥稳定，紧跟其后拿到了第2名，两人就这样毫无悬念地闯入了决赛。比赛进行到这里时，看直播的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红姐已经进入状态，她真可能会在14岁的时候就拿到奥运会跳水冠军。当然，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她的夺冠有多么的震撼。2021年8月5日下午2点，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跳水决赛准时拉开了帷幕。在欣赏了其他国家选手的表现之后，陈芋汐上台。第一个动作选择的是 107B， 表现稳定并取得 82.50 分的好成绩。全红婵也同样选择 107B， 同样表现优秀，同样取得 82.50 分。她进入状态的速度极快，连解说员也感叹到，感觉她不像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型赛事，就好像在自家游泳池旁转了一圈。然而全红婵带给我们的惊喜不仅如此，从这一跳开始，红姐杀疯了。第2跳，全红婵选择的是 407C， 这一跳掀起了世界性的浪潮。中国队做动作比赛的时候啊，就得特别的专注，因为全红婵在空中的每个动作都极致的优美，入水后也找不到一丝水花，连解说员也不禁感叹太漂亮了。感觉她只做了一个入水，你看她那个翻腾7米就完成了。我觉得她可能是多年以来最有天赋的跳水奇才，一个70分的动作。在全红婵这条之后，整个互联网都沸腾，你从未所见10分满分的天才跳水少女。正当我以为这就是全红婵参赛以来获得的最好成绩之后，他再次打破了这份震撼。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可能是在我未来几十年内最难以忘却的记忆之一。在第2跳之后，全红婵第3跳选择了 207C， 这一跳对他而言十分的关键，因为在预赛中这个动作全红婵出现了重大失误，半决赛之中也出现了小失误，能不能克服自己失败的心理，再次一举。就在我们心都悬着的时候，3个裁判给出了10分，最终分数定格在 95.70， 又是一个接近于满分的动作。直到这里，我开始注意到分数表的跳动。3跳总分 274.20， 拉开位于第3名澳大利亚选手梅丽莎伍仅60分，而陈芋汐发挥稳定且同样出色，3跳总分也高达 245.10， 领先梅丽莎伍仅30分。只要接下来的第4跳、第5跳的发挥稳定，那么冠亚军都将纳入囊中。所以，当看到这个分数的时候，我已经十分清楚的知道全红婵拿到了这届10米跳台的冠军。但这个分数好像不止于此，我似乎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想到这里，我的情绪开始逐渐激动。这个想法让我即刻打开了百度，搜到了此前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的世界纪录：北京奥运会女子单人10米跳台跳水，陈若琳447.70分。全红婵这名14岁的中国姑娘创造了历史。在分数出来之前啊，全金婵整个人看起来。在全红婵夺冠之后，恶界的声音伴随着夸奖一同出现，抱有恶意的一些人以及嘴脸丑恶的部分外媒，恨不得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中寻找小姑娘的缺点，从她的家庭，从她那瘦弱的身躯中获得一些人用来抹黑中的痕迹，以此来获得自家主人的褒奖。她的家人受到网红的堵截，一些批判中国奥运金牌计划的声音环绕在耳边。我想，如今的国家，新冠之后的世界，让我们都得以更好的方式辨别是非。一些以往能影响到网民们的评论，如今已经成为跳梁小丑，但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发声，把那些试图抢占道德制高点、别有用心的人挤出主流舆论，
同时，跳水运动员的生涯是极其短暂的，部分选手在退役之后，视力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例如跳水皇后郭晶晶，退役之后视力仅剩下0.1、0.2，甚至一度面临失明的风险。而从7岁就开始练习跳水的全红婵，想必今后的身体也将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这一次奇迹般的跳水，更有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次比赛。无论恶意的评论如何滋生，我对于奥运选手的态度都不会改变。取得成绩时的赞美，失利时的包容。参赛的选手们比我们更希望拿到好的成绩，而作为观众的我们，不将其神化，不用看待流量明星的那一套标准去人设自己支持的选手。每一份正向的能量都是一颗颗火苗，我想我会和你们一起燃烧，直到它照亮那些肮脏阴暗的角落。